贸易战开始以后，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受到的冲击应该是最大的，因为我们知道它有很多代工厂。人们一般关心的是像手机生产厂家，是吧？鸿海、富士康。其实我们都知道，手机主要的是芯片，而芯片全球最大的代工厂是台积电。台积电目前占有市场份额的 50% 以上，排在第二位的是三星，甚至不足 15%。台积电最大的客户是谁呢？是苹果，是吧？那么第二大客户是华为，或者说台积电包揽了苹果的芯片生产。那么华为呢？华为的高端机是由华为海思来设计研发的，甚至有一些芯片是跟台积电共同研发的。我们看到，从去年涉及到台积电的这个芯片出口问题，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譬如说 25% 的美国技术，这个美国技术有些人在里面找缺口，是吧？寻找突破，但真正你能找到的不多，因为它连硬件机台也给你算进去了。那这样一来的话，台积电的选择就越来越少。我们看到去年台积电非常艰难的表态，他们尽可能在符合美国法律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对华为的出口，在合法的情况下，是吧？那么前两天台积电刚刚表态，将在美国开设芯片制造厂。我们大家都认为可以松一口气了，但其实不是，因为美方在欧洲获得的支持并不多，原先能打的牌基本上都打完了。欧洲一些国家还是给了华为平等的市场竞争机会，这就很尴尬了，是吧？英国、德国都很麻烦。美国甚至说，如果你们采用华为的下一代通信基站，就是 5G 的基站，美国将停止与前北约合作伙伴分享军事情报。他认为有泄密的可能，但这种说法无论是美国驻德国的官员，还是美国国务卿、美国总统说了都没解决问题。那刚刚从加护病房出来的这个英国首相也同意了给华为平等的竞争机会。在这一时刻，我们看到前两天美国政府出台了一些更多的限制，应该算。那么给了台积电一定的豁免期，但是要求继续给华为供货，必须要获得美方的许可。那么我们同时看到两条新闻，一条是中国报的，华为给台积电紧急追加了7亿美元的订单。另外一条是日本人报的，台积电已经停止接受
华为的新订单，这也就意味着9月份之前完成已有的订单赶在豁免期之内。美国人给了120天的豁免，从5月15号开始算，完成手上的订单，台积电就不会再为华为生产芯片了。华为现在可选的替代方有2家，一家是三星，可想而知。那么韩国不仅是华为的竞争对手，是吧？三星是它的竞争对手，同时韩国也是美国的盟友。三星肯定不会接它的订单，那么能接它订单的只剩下中芯国际一家了。无论是三星还是台积电，都是5纳米、7纳米的制程，那未来肯定都是5纳米甚至更小。而中芯国际目前能用的就是14纳米、12纳米，正在市场引导阶段，也就意味着，如果说台积电确认不再为华为提供芯片，华为的高端手机将不复存在，因为它的制作工艺一下就退回到5年前，还有什么未来可言呢？对不对？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切其实都是美方的一个主导思想，他现在已经不仅仅谈华为窃取的专利啊，或者说侵犯知识产权啊，现在他直接把它上升到有可能为中国军方提供服务。冲着这一点就没得谈了。我们今天看到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国际代工行业中相当显著的一些案例。华为这一块被掐死以后，欧洲将不会有更多的选择。至于非洲、东盟，其实他们不需要高端的芯片。华为的中低端手机、中低端的通讯产品、中继产品，包括未来的5G 基站，对他们来说最实用的是低端手机。在中盟卖的最好的应该也就是2000块人民币这个级别的产品，因为更高端的需求一定是美国的，即便你降价，也没有人会选择缺失了安卓系统芯片又没有后继的这些华为产品。能掏得起钱买高端手机的人，他唯一的选项就是苹果。而在非洲，你送给他苹果，他都不一定会采纳，因为按他们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水平，低端的芯片就足够了，中端的产品也仅仅是犹豫中。所以华为的高端其实在非洲国家市场并不大，华为最主要的市场还是跟苹果以及三星在抢夺欧洲市场。在美国，我们知道越来越多的中国产品其实已经不再畅销了，所以今天人们看到的主要是针对欧洲的一次连根拔的行动。美国商务部的这种限制措施是针对久拖不决的欧盟，所有欧洲国家拿未来的5G 基站作为筹码来跟美国人叫板，
现在通过台积电，通过芯片的代加工，直接就给你连根拔了。这个问题大家应该多看一看华为利用高端芯片生产的这些产品，它最终的销路是哪儿？其实它针对的不仅仅是一个企业，而是针对欧洲非常模糊的这种政治态度。欧洲一直想多选，政治上跟美国保持一致，经济上尽可能获得中国的帮助。因为在欧洲有许多国家正在淘汰他们的工业 2.5 的设备，他们与中国之间的经贸往来不是说断就能断的，因为他们很难进入一个替代市场，因为这个市场他们舍不得丢，所以美方现在给他们加码，帮助他们下决心。我们今天看到的华为，涉及到华为、涉及到台积电的这些禁令啊，这些影响，其实它的根源就在这儿。好了，谢谢大家，再见。